我掏空所有积蓄，盘下了一家即将倒闭的汽车制造厂。本想借着新能源汽车的风口大捞一笔，却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债主们追上了门。但当我掏出新研发的老头乐图纸，说要霸占整个电车市场时，所有人都惊呆了。林天赐，既然你已经买下了飞行汽车厂，接下了所有债务，那就赶快还钱吧。大家都淡定点，有事好好说。既然我已经买下了工厂，欠的债肯定会全部还给你们的。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我说的话绝对算数。但是在此之前，请大家先借我200万作为周转资金。小子，你是不是想耍我们？不敢。但是诸位相信我的话，还有机会把所有欠款要回来，不然我现在也1分钱没有啊。就凭你要是真有本事，还会窝在这儿？放心，我有绝对把握盘活工厂。这份图纸是我苦心研究的，并且拥有所有技术专利。只要有200万的启动资金，我就有把握把这辆车造出来，盘活整个工厂。哼，这么大的企业都倒闭了，你一张破图纸能有什么用？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第一，你们这么多人借我200万，一人也就几万而已。第二，2个月之内，只要厂子盘活，你们不仅能很快回款，而且所有零件供应优先考虑你们，现款结算。好了，我话已讲完，谁赞成，谁反对？这是你设计的？是的。要不我们就信他一次。你们看看图纸，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辆小车真是很酷，现在新能源车市场如此火爆，说不定真的能卖火。好，林天赐，那我们就信你一次。2个月以后，要是拿不到钱，就别怪我们了。有了启动资金就好办了。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林天赐，是汽车厂现在的老板。我是销售部主管徐长青，第2车间生产部部长沈清鹤。我叫何望海，是产品技术部部长。我就直接说吧，现在的第一任务是得让工厂尽快生产起来，希望能得到3位的鼎力协助。不知道林总现在有多少启动资金？200万。啥？你这是在耍我们吧？200万能干啥？以飞星现在的情况，没有5个亿根本无法运转。各位别急，先看看这个，这就是我要做的新车型。好家伙，这是你设计的？这辆车的成本算出来了吗？这种级别的车，只要质量不太差，价格合理，肯定好卖。我还掌握了一种电池技术，能够大幅度节省电池成本。最低配的车型售价19999，4驱最低配售价3万5。啥？你不是开玩笑吧？你要是能把成本控制这么低，我们以后都跟你干了。我从来不开玩笑，这都是经过详细计算的，绝对没问题。好，怎么干都听你的。现有的就是召集员工，以最快速度做出一辆样品车，放出话去。到岗的员工先发2万，后面工资翻倍。这车也太漂亮了吧！林总，我们现在手上只剩下30万资金，这点钱恐怕连参加车展都不够。有了好产品没钱宣传，也很难获得订单啊。还有一个问题，正式生产必须得提前备料，我估计没有500万启动资金，生产线根本开不起来。放心吧，只要产品质量好，绝对不愁卖的。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宣传效果。林总打算用什么方法？没必要对我们藏着掖着吧。既然我们生产的是越野车，虽然个头小，但是功能可不弱。咱们去参加最火爆的成活坡越野大赛，绝对可以一炮走红。啥？越野大赛？就我们这车？对，就这车。林总，玩越野的人都是开着纯粹的越野车，贵的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便宜的也得几十万。可咱们这款车的定位不是老头乐吗？这车去了还不得被人笑掉大牙？我们的车型这么小，还是纯电动的，根本入不了人家的圈子呀。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已经没钱了，只有剑走偏锋，才能起死回生。刚好我在新闻上看到，
3天后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比赛，开发了新的地形。如果全部通关，还有巨额的奖金。如果我们赢了所有的100万越野车，夺得了冠军，这不比多少广告费都管用吗？但这可能吗？放心吧，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那好吧，你是老板，我们当然服从。哼。你看那辆车，真是好可爱，像个迷你悍马。这是哪个品牌的车？没见过。真是少见多怪，不知道是哪家作坊搞出来的老年代步车，又挂不了牌儿，估计附近村里来看热闹的。去，这里不让停车，看比赛的把车放在停车场，别挡道。我是来参赛的，过来领取比赛编号。你这玩意儿也来参加越野爬坡？兄弟，别闹了，最低标准也得是正规挂牌的汽车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天赐，是飞星汽车厂的。这辆车是我厂新款新能源车型，符合参赛资格。飞星汽车厂这个厂子不是已经倒闭了吗？我们这里最低门槛也是20万级的越野车，你这个不太合适吧？你这种车不适合来参加比赛，还是回去吧，不要瞎捣乱。报名费都已经收了，并且按照你们的规则，我们是有资格参加比赛的。行，你可以参加，但是出了事故的话，后果自负。放心，我们的车安全性能很高，绝对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咱们的电动车真能爬上这么陡峭坡吗？看运气吧，希望不要输得太惨。林总，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冲坡呀！你们就尽管笑吧，马上就会让你们大吃一惊了。我去，这辆车动力可不弱呀，竟然都爬到一半了，有点意思。赶到这儿来的人果然都有2把刷子。我为刚才说的话抱歉，这辆小电车的性能还真是不一般呀。这可是普通的轮胎，还不是专用越野胎。这车要是能够爬过第1道坡，回头高低得整一辆。漂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我都有些期待第2轮比赛了。哇，上去了，居然真的上去了，干得漂亮！没想到咱们厂生产出来的车性能这么好。越来越有意思了。怎么样？我就说咱们的车不差吧？干得好！我再去检查一下车况，争取下轮也能冲上去。好家伙，这车还没断奶就来越野了吧？好萌的车，造型好好看呀！这是哪个厂家的车？比赛才刚开始，效果就这么好，要是能拿到越野大赛的冠军，想不成为爆款都难呀！加油啊，一定要冲上去！进入第3轮，咱们就算是赢了。还真是让我有些意外，不过也到此为止了。这个坡地形复杂，你这小车根本不可能爬上去。那可未必，越野靠的不光是嘴硬，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哼。加油啊！一定要冲上去！我可是很看好你的。只要你能冲上第2个坡顶，我也买一辆。牛啊！我去，这辆小车有点东西啊！车的重量轻，而且轴距短，自然比其他的越野车更占据优势。不过也就这样了，哼，下一关你绝对过不去。太好了，咱们德车还没上市就已经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一旦上市，绝对会成为爆款。
再加把劲儿，要是能够完成第3关，绝对会更加引人注意。今年的难度好像比去年更高了，这奖金不好拿呀。越野爬坡比赛本来就是测试车辆的极限性能，难度太低，顶级的改装车辆性能就发挥不出来了。就是，难度越高越好，要不然我们花这么多钱改装车，怎么能显示出来普通车的差别呢？你不要太得意，这第3道坡，你不可能爬得上去，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倒是郭少你也得小心一点，上千万的车要是输给了我这小越野，那可就丢人丢大了。想什么呢？我会输给你！别忘了咱们打的赌，输了可是要买100辆车的。放心，我说话算话，但你绝不可能赢。我的天啊，这是怎么做到的？花了几十万改装的车都爬不上去，这辆小车这么强吗？这不会是在作弊吧？难道这辆车装了什么高科技不成？请问您开的这辆车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能够轻松地爬上第3道坡的？能给我们仔细地讲解一下吗？当然没问题。这辆车是我们飞星汽车厂重组之后生产的第1款车型，我把这款车命名为星驰1，代表飞星汽车从头开始。至于这辆车的性能，还是得益于我们汽车厂新研发的控制系统，只要调到越野模式，就算是驾驶技术很一般的人，照样可以达到顶级高手的水平。我们的车虽然小，但是全身都是高科技，无论是安全性能，还是电控电池技术，都很厉害哦。请问这辆车什么时候上市？价格会是多少呢？能给透露一下吗？上市大概在2-3个月以后，但是数日之后就可以开启网上预定。至于价钱嘛，绝对会让大家惊喜的。且容我先卖个关子，拿到冠军之后再向大家宣布。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车现在关注度非常高，在场不少人都在纷纷讨论价格订购的问题。我琢磨着出一个 VIP 版，价格暂定7万以上，内饰做得更好一点，肯定也能卖得不错。这话我同意。刚才溜达了一圈，听到很多人对这辆车都很感兴趣，同时又怕做工用料不好，内饰只要多用点好材料，不愁没销量。我去，这也太嚣张了吧！居然还想拿冠军！要是真让你做到了，其他人的面子往哪里搁？第4道坡这么陡，这小车搞不好会翻下来的。加油，给咱们的国产车争口气！我就不相信这破车真能比得过我，还想敢跟我争夺冠军？别做梦了！郭少，第4个坡实在太陡峭了，还专门洒了水，非常滑，危险系数太高了。要不还是我来开吧？不用了，我自己来。什么档次，竟敢跟我争？第4个坡实在太陡了，而且地形凸凹不平，挖了很多的坑，要是不小心翻下来，会非常危险。我觉得还是见好就收，第4道坡不要冲了。我觉得老徐说的有道理，还是安全重要。都已经到这儿了，就算我们不想继续，观众也不会答应的，反而会对我们的产品失望的。无论输赢，
我们都得拿出不服输的精神来。这也有些太冒险了吧？没事儿，风浪越大，鱼越贵，不能让观众们失望。那好吧，那你必须得答应，不能干危险的事，实在上不去就得退下来。没问题。今年突然加大难度，是不是太不合理了？要是一辆车都过不去，怎么排名？小事一桩，一次过不了，那就再来一轮。有道理，第一个爬上坡的车就是第一名，这很合理。真不愧是千万级的改装车，就是牛。说不定郭少会成为今年的冠军。哎呀，真是太可惜了，最后一刻太着急了，再轻一点油门，说不定就上去了。该死，只差一点就能冲上去了。我就不相信你这车能爬上去。哼，虽然都喜欢这个小越野，但是让他爬到坡顶也太难为人了吧？那可说不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前面3个坡都轻松上去，说不定可以出现奇迹呢。实在不行就先退下来吧。50千瓦的功率还是太弱了点儿，高配版回头再增加20千瓦，用来越野就没什么问题了。冠军是我的啦！我去，这也太牛了吧！居然顺利通关拿到冠军了，简直不可思议！一辆老头乐竟然打败了所有顶级的越野车，这说出去谁信呀？这款车什么时候会上市？我一定要买一台！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我说过，肯定能够把场子盘活的。先别激动，咱们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宣布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购买这款车，现在我就告诉大家这辆车的价格。最低配的续航里程300公里，以9999起步，功率虽然只有20千瓦，但是用来城市代步足够了。4驱越野版本，续航里程300公里到500公里，39999起步，功率50千瓦，就是我开的这款。另外还会推出一款 VIP 至尊版本，拥有4驱越野功能，售价99999，大家可以根据需求购买不同的配置。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便宜的价格，真能把车造出来？恐怕成本都不够吧？啥也别说了，赶快上市吧！我一定拼命抢一辆。林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开启预售仅1天，预售量居然达到了50万辆。最关键的是，预付款加起来有10亿。10亿，居然有这么多！赶紧的，再招一些新员工。刚开始就50万辆订单了，以后还会卖得更火爆。对了，我想到一个更快的生产方法。有什么好办法？要搞一个大型的压力机，做一套模具，搞一体化冲压车架，可以省去更多工序，成本会更低。这倒是不错呀，而且这样做车体的刚性更好，更结实。得赶快联系模具厂和压力机公司，要赶快购买设备。好，这事好办。
队长老刘，那些供应商老板全都过来了。我估摸着是来讨债的，老板您要不躲躲吧？让他们都进来吧，我在会议室见他们。哦，好。林总好，林总好。我正想通知各位呢，借的200万马上还给你们。哪里，我们这次来不是这个意思，200万算个啥？林总尽管拿着用去。借的钱当然得及时还。我们的新车型预售非常火爆，现在厂里的资金很充裕。我们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林总当时可是亲口许诺过的，飞星汽车厂正式生产之后，所有的配件优先由我们供应，这话还算数吗？当然算数。就算大家不来，今天也要通知你们的。我们先落座吧。我们厂光是预付款就收了10亿，按道理说应该先拿去还账，但是我看了一下厂里生产线和设备，还需要花钱更新。我们虽然生产的车型低端，但是质量绝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希望大家再等一段时间，赚了钱我一定会尽快把所有欠款还清。林老板说这话也太见外了，我们当然都希望飞星汽车厂能够蓬勃发展。现在我们工厂还能够勉强维持，只要配件现金结算，还是可以支撑下去的。多谢各位的理解和鼎力辅助，我保证所有零件全部都现款结算，工厂先支付30%定金，只要检测合格，尾款全部结清。行，这没问题。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得给大家讲清楚。林总有什么话尽管说。配件的定价绝对不会亏待各位，但是我得提前说清楚，所有的零件必须得严格要求质量，质量不合格，全部退回1分钱不给。这一点林总尽管放心，我们都知道做好质量才能长久发展。说得对。林总真是大气，我们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林总尽管放心，回去之后立马加班加点生产，保质保量，按时提供配件。绝对不可能，我们自己生产汽车电池，并且大部分零件也都是自己生产，车的成本不可能做到这么低，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大家好，我是汽车测评人耗子哥。今天我们将要对这款最热门的星驰01进行评测。我手里的车是最低配的那款。这辆车虽然便宜，性价比很高，但是根据我对汽车的了解，2万块钱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难道在看不见的地方减配了吗？说的有道理，卖的这么便宜，实在是不正常。300公里的续航，光是电池也不便宜了。飞行汽车厂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觉得这辆车肯定不简单。我打算今天一边拆解一边评测。我去，底盘这么板正，这让我怎么黑呀？这个底盘收拾的还挺整洁的，用料也还凑合，算是中规中矩吧。飞星汽车厂没有在这种最重要的地方偷工减料太多，还算有良心。看到没有，潮越轮胎，首发车型用国产轮胎，实在有些不太厚道了。这么便宜的车，恐怕没有 ABS 吧？这种安全配置极为……竟然有 ABS！ 我觉得这辆车可能没有安全气囊。咦，还真有2个！2万块还要啥自行车？飞星这是要给全国人民做慈善不成？电池，对了，肯定是电池，卖的这么便宜，说不定是用的2手锂电池。好家伙，怪不得价格这么便宜，用的居然是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循环次数非常少，开上1-2年就得换电池。好家伙，车便宜原来在电池上偷工减料了呀！飞星汽车厂这可不厚道了，这不是明摆着坑人的吗？飞星这样做完全是欺骗客户，用低价的垃圾产品扰乱市场。飞星汽车必须要做出解释。林总不好了，有个网红说咱们用铅酸电池不厚道，已经曝光了。咱们的订单量瞬间已经跌了1半，
整个舆论都在谴责我们，这可怎么办？先别慌，我看看新闻。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了。虽然你说过可以增加铅酸电池的容量，但消费者不认可怎么办？放心吧，所有的检测数据我们都有，我申请了技术专利，这种铅酸电池只有我们厂可以使用。你立刻召集新闻发布会，我要在媒体面前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好，我这就去准备。最近有测评人说，我们使用铅酸电池很不厚道。今天就是向所有人以及我们的顾客正式说明情况。我们的车虽然使用的是铅酸电池，但是这种电池却蕴含了我们厂研发的最新技术，不仅存对量大幅度提升，循环次数也增加了好几倍。最关键的是，抗低温性能特别好。虽然新研发的铅酸电池依然在很多性能上比不上锂电池，但是抗低温性却特别好，并且非常安全，也不用担心自燃问题。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演示新技术铅酸电池的性能。很多人都对飞星汽车的安全性非常怀疑，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我们飞星汽车厂生产的星10汽车质量怎么样。这是想干啥？难道还想让挖掘机跟越野车碰撞吗？好家伙，虽然是微型车，抗压力的能力可真够强的。林总，咱们厂的产能已经发挥到了最大化，可依然还是跟不上销量，必须得继续增加生产线才行。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可是建造生产线成本不低，关键是还需要很长时间，远水解不了近火呀。这可麻烦了，每个直营店都在催订单呢，产能不足，交付期限拉得太长，我担心顾客会严重不满。郭少那边已经办好了所有的手续，一口气就要2000辆。咱们这辆车不仅在国内火，国外很多人也有强烈的购买意愿，价格不高的情况下，销量肯定差不了。要是能够在全国各地建厂，每年省下来的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买现成的工厂，这倒是一个办法。不过话说回来，要买哪家厂子呢？是时候增加产能了。我觉得实在不行，就收购几个工厂，这样可以迅速增加产能。要是能够在全国各地建厂，每年省下来的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买现成的工厂，这倒是一个办法。不过话说回来，要买哪家厂子呢？我的想法是收购一些老头乐工厂。自从咱们的车上市之后，这些厂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现在正是收购的好机会。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可是我们应该买哪家工厂呢？总不能直接上门问你的工厂卖不卖吧？没关系，就按照我说的办，看哪一家工厂影响最大，直接打电话问。当年粗粮手机靠着低价高配置打败了所有的山寨机，今天飞星汽车厂会用廉价的汽车将所有的老头乐打败，就算现在不倒闭，也撑不了多久。行吧，那我就去问。给他们机会不好好把握，那也就别怪我了。时间不等人，咱们得赶快策划自己建厂。咱们飞星汽车现在销量火爆，无论到哪里去建厂，当地肯定会非常欢迎。市长，有个重要的消息，飞星汽车打算在外地建厂，对咱们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这个不行，要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必须得阻止，无论用什么样的代价，都得把飞星汽车留在东海市。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企业，岂能在外地建分厂？您说的是呀，依我看，飞星往后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该如何留住飞星汽车。对了，把咱们各市的银行行长也叫过来，建厂那么大的事情，肯定需要资金。明白，我这就去通知。我们魔都的实力不用说了，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许多跨国企业都在这里落户。只要到魔都来建厂，给你们最大的优惠政策。林天赐，抓上局长。想要建新厂，当然还是得优先选择我们东海市了。市长，您怎么来了？哈哈，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来？要是再来晚一些，恐怕你们就要在其他地方建厂了。在外地建厂是为了厂里的长久发展考虑，毕竟把造出来的车运到各地，成本实在太高了。今天过来，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件事的。不好意思各位，飞星汽车是我们市重点企业，我们绝对不可能退让。让各位白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了。所有的一切开销由我们飞星汽车承担。感谢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会好好干。飞星汽车是咱们东海的重点企业，咱们肯定会全力支持。银行那边已经帮你们联系好了，50亿的贷款随时可以用。对了，关于你们的发展规划，能否详细的说一下？没问题，我们今年的销量预计是200万辆，这还仅仅是在国内的销售计划。目前已经开通国外市场，第一批货马上就会发出去，等到明年利州实现300万辆的销售目标。好家伙，你们的目标还真是够远大的。我觉得飞星汽车不能光盯着低端的车型，还要尽量向中高端突破。等到研发资金充裕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这件的。现在要做的还是先稳住市场。东海重汽现在已经到了停产的边缘，要是像你们飞星一样重新盘活，那可就好了。东海重汽这些年技术更新换代太慢，也快到了破产的边缘。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油耗高了点。东海重汽当年也是非常厉害的企业，我听说外资想要控股，被东海重汽给拒绝了。后来他们对东海重汽进行打压，不让其他的企业提供最新款的发动机，所以才导致东海重汽逐渐没落了。是啊，咱们国家工业起步晚，很多方面都要依靠国外企业的支持，就连国内很多柴油发动机企业也都必须购买国外的一些关键零件。假如有人愿意接手东海重汽的话，你的意思是，你想接手东海重汽？对，这可是你说的，不能反悔。想要收购这家企业，只要你能够满足几个条件，绝对没问题。想要收购这家企业，只要你能够满足几个条件，绝对没问题。市长请说。首先，收购之后所有的债务必须由你来负责还清。其次，东海重汽所有的员工你必须全盘接收，不能裁掉任何一个人。至于第三嘛，那就是必须得把东海重汽盘活。只要你能答应做到这3个要求，我回去可以立刻上会讨论。行，没问题。那咱们可就说定了，你可不能后悔。只要价格合适，绝不反悔。好样的，你又给咱们东海市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林总可不要冲动啊，东海重汽的技术已经全面落后，你要是买了，恐怕是一个无底洞。我已经决定了，全资收购东海重汽，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我有把握。想好了，一旦开启收购程序，可就不能反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就这么决定了。林总，收购东海重汽恐怕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负担。再说了，现在物流行业多卷，造出来的车卖给谁呀？当然是咱们自己用了。咱们自己能用几辆车？我是这么想的，反正咱们的车发出去都得找物流，还不如自己送，这样又能够节省不少成本。这怎么能行？咱们厂里发货才能用几辆货车，那咱们就自己做物流呗，并且同样的价格，相信我，绝对能把东海重汽盘活。林总，东海重汽的技术非常落后，又被外资打压，
能买到的变速箱和发动机油耗大，故障率极高。谁说非得用发动机和变速箱了？林总的意思是，我打算让东海重汽只生产电动货车。虽然有些车企也想过生产大型电动货车，但是锂电池的价格实在太昂贵了。不过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却很好解决。大家好好想想，咱们的电池价格便宜，安全性可以有保障，还可以绕过变速箱和发动机的技术专利问题。最关键的是，咱们运输路线都是固定的，只要计算好续航，在中途建造换电站就行了。把电池做成可拆卸的，也就几分钟便可以轻松换电。货运油价可不便宜，咱们用电成本大概只有不到1/5，一年光是油钱得省下多少？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主意？用林总想的办法，就可以解决东海重汽所有的缺点，将东海重汽的优势全部发挥出来。要真是能够实现纯电动货车，光是运输这一项，一年确实能省不少。还有，咱们可以把配件厂还有钢厂运输师承一接过来。钢厂铁卷运输危险性大，不少车主为了赚钱只能超载，而我们的运输成本便宜，可以生产专门运输钢卷的车。行，这么说的话，绝对可行。我也支持收购东海重汽，只要咱们的企业做得够大，不仅东海市，就连整个东山省都会大力支持我们的。这么说，大家都不反对了？这还用说吗？你要是早这么说，我们肯定不反对。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飞星汽车厂生意做得好好的，怎么又转向重汽行业了？那也太飘了，好好的专心生产家用汽车就是了，居然还想进入重汽行业，真是纯粹找死。东海重汽已经亏损多年了，技术严重落后，购买这种工厂有什么用？买下来也得是个无底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填满。不管之前是什么职位，必须重新竞聘上岗，有能力的获得提拔，浑水摸鱼的全部都退居2线。让技术人员重新设计电驱动的货车，重新改造生产线，这些事都交给你们。我接下来要着手建造新工厂的事，3个月之内让新工厂正式投产。真是难以置信，这款车究竟是什么人设计出来的？实在是简洁到了极致，根本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怪不得价格如此的便宜。光是零件数量就比同级别车型少了1/3，可是却不影响任何使用。那就研究一下，我们也可以生产同样的廉价汽车，在我们国家售卖。恐怕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他们一个破产的企业都能生产出来，我们的技术比他们强得多。主管有所不知，这款汽车之所以如此简洁，主要还是得益于强大的电控技术，而这项技术靠拆解根本无法掌握。什么？就这么一辆档次最低的车型，竟然还包含了如此先进的技术？不仅如此，这款车能够节约成本，电池也是主要因素之一。真是该死！华夏居然掌握了如此先进的技术，以后全世界的微型车市场岂不是就要被他们垄断？把这辆车使用的国外零件调查清楚，看看能否打压飞星汽车厂。有的，车上使用了 ABS 和 ESP 安全配置，而这2种配件都是由国外厂家提供的，或许可以以此为突破口，打击飞星汽车厂。好啊，这个办法确实不错，我立刻联系其他工厂，一起向这些企业施加压力，断绝所有的供货渠道。产能提升太慢，新的工厂规划依然还是不够。不是吧？新工厂一旦全面投产，我们每年的产能将会接近400万台，满足市场应该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还是多加慎重一些，一旦星驰01的热度过去，销量可能会大幅度减少，过多的产能会造成极大浪费。现在规划的产能仅仅也只能满足星驰01一款车的产能而已，未来我们还会开发新的车型，并且将车卖到全世界。一个新的工厂根本不够用。哦，难道要开发新的车型了？
林总有什么好的想法了吗？我打算在星驰01的基础上再多开发几款车型，比如说星驰的皮卡版本以及敞篷版本，生产一款微型电动轿车，把微型车的车型做全。这么小的车做成皮卡和敞篷车会有市场吗？皮卡版本倒是不错，用来拉货还是挺方便的。但是敞篷版本我估计受众不会太多，那就取消越野的敞篷版本，改为小型敞篷轿车。只要造型设计的好，肯定可以成为爆款。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敞篷版本的车对相关技术要求不低，至少要保证敞篷部件的连接处绝对不能出现漏雨水的情况。价格会不会增加太多？我们车的优势主要还是依靠低价争夺市场。如果敞篷版本价格太高，恐怕很难卖得火爆。敞篷版的7万起步，最高配不超过10万，这个价格绝对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我决定敞篷版本续航全部都500公里起步，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是啊，咱们的车型便宜，可是利润不低，不比国内其他的车企利润差。当然了，全世界利润最高的新能源车企应该还是特斯拉，听说一辆车好几万的利润，实在是太狠了。不用着急，早晚有一天，咱们也可以成为最强的新能源车企。林总，不好了，外企供应商停止了咱们的 ABS 和 ESP 供应，咱们的生产最多还能支撑3天。这是为什么？我们都是现款结算，而且采购量又很大，咱们可是大客户，凭什么要停止供应？咱们可是有供应合同，突然之间停止供货，可是要赔偿的。他们说什么原因了吗？他们只是说产能不足，属于不可抗力，只能无限期延长交付的日期。岂有此理！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这可怎么办？3天之后我们就得停产，这么多的员工和设备，停产1天的损失简直不得了。或许是因为咱们的车卖得好，想要趁机涨价。无论什么目的，我们都得尽力争取一下。联系对方，我要亲自跟他们商谈。好的，我这就联系。不是已经告诉你们工厂出现了意外事故，短期之内不能给你们继续供货了吗？供货之前一直都是好好的，并且我们也提前提交了订货的计划，怎么可能突然之间给我们断货了？这件事情没必要向你们解释，没有货就是没有货。如果是价格太低，我们可以提高价格。加钱也不行，反正合同作废，无法给你们供货。这个我们绝对不接受。突然断货，我们工厂会立刻停产，这些损失你们必须赔偿。哼，合同里可是说得很清楚了，一旦供应商生产出现问题，属于不可抗力，不会给任何赔偿。我明白了，并不是你们工厂的生产出现了问题，你们是在联合打压飞星。没办法，毕竟你们工厂使用的 ABS 和 ESP 配件都是最低端的，本来就没有多大利润，我们必须得考虑大客户。岂有此理！一个配件商也敢这么猖狂！既然不卖给我们，以后我们厂一件也不会再买。咱们江湖再见吧。这可怎么办？没有这些安全配置，消费者绝不认可。说的是呀，不能得罪这些国外的供应商，求他们根本没有用，肯定是国外的车企联合起来一起向供应商施加压力。我觉得咱们不如出国去他们的总部再争取一下。求他们没有用，咱们自己造就是了。啊，自己生产 ABS 和 ESP， 这可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要是能做得出来，国内企业早就自己做了。之前没自己生产这些配件，主要还是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居然还想用断供封锁我们。我要让他们的配件在国内都卖不出去。真的能行吗？研发这些配件得需要多长时间？立刻召集技术人员，准备上马 ABS 和 ESP 项目。国外供应商切断了我们 ABS 和 EIPSB 配套件的供应，从现在开始我们自己生产。为什么呀？我都已经订购了车，这样是不是没办法提车了？就算不装 ABS 和 ESP， 老子也照样买，支持国货。汽车必须要有安全保障才行，跟其他的生活用品不一样，总不能为了支持国货连命都不要吧？国外的供应商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断供了所有配件，不过大家请放心，我们正在尽力解决，交货日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国外企业没有任何理由切断对我们零件的供应，
以后我们要自己生产这2种配件。林天簇将飞石研发核心配件，并且保证生产出来的配件价格更便宜，质量更好。耐久性和可靠性的测试将会进行全场直播，让消费者来监督。我去，难道飞星汽车厂早就做好了准备不成？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制造出来了样品？牛啊！飞星汽车厂真是厉害，再也不用担心国外的企业打压封锁。想多了吧，就算做出来质量也未必可靠，有几个人敢拿自己的安全去试验？国内的企业以前也生产过，可是质量根本不达标，关键时候没有效果。我们拥有大量的技术专利，哼，要是飞星汽车厂侵犯了我们的专利权，就打官司让他们赔偿。哼，核心技术哪有这么容易突破的？只不过是一个噱头而已。想要以此逼我们对他们继续供货，怎么可能上这种当？眼看着飞星汽车厂成为整个市的龙头企业，怎么能说不行就不行了呢？赶快准备好车，我们去一趟飞星汽车厂。市长您别急，我刚得到了最新消息，飞星汽车厂要自己生产 ABS 和 ESP， 只要产品合格，不仅可以打破国外企业的垄断，还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链。话是这样说没错，但是想要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恐怕没那么容易。飞星汽车厂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不如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现在他们正忙着测试，咱们要是去了，还得专门接待，反而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你说的有道理。市长您好，我是林天赐。被国外企业断供零件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我出面帮忙谈判？多谢市长的关心，不过现在恐怕是所有的车企联合起来打压我们，与其低声下气的求别人，还不如自己生产。样品我们已经制作出来，加急送检去了。但是这种配件生产难度很大，国外还有技术专利把持，你们真的能做得出来吗？技术专利不用担心，我保证是全新设计的结构，比国外公司的更可靠，成本还更低。哦，这么有把握？跟您说实话吧，本来我就打算所有配件都自主生产，把我们的汽车零件做到纯国产的程度。既然他们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你可得加把劲儿了，要是真的能够突破这项技术，创造的产值可是不可估量的。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咱们市全力支持。大家好，我是飞星汽车厂的技术经理何望海，现在开始 ABS 和 ESP 耐久性直播测试。测试过程中会给大家讲解我们所申请的核专利和技术。飞星汽车厂敢这么做，肯定是对自己的质量有足够的自信。要是真能打破国外企业的垄断，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飞星汽车厂加油啊！只要质量能达标，我一定会继续选择购买星驰01。我们能保证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它都照样可以正常运行。我现在向所有人以及全世界宣布，我们飞星汽车厂制造的 ABS 和 ESP 装置质量遥遥领先，完全可以达到使用标准。不可能，华夏什么时候能够设计出来这么好的安全装置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华夏的公司研究过这些技术，到底是什么时候突破的？不行，立刻联系飞星汽车厂的老板，必须要让他们继续购买我们的产品，放弃自主生产。林总您好，我是利博集团在华夏区总负责人，我叫约翰逊。这次跟你们联系，就是希望能够继续为贵公司提供 ABS 和 ESP 产品。哦，这不对啊！之前你们可是说工厂出现了事故，不能继续提供配件了。这才几天而已，这么快恢复生产了？我们也是受到了其他车企的压力，现在我们决定继续给飞星汽车厂提供配件，并且价格降低20%，同时可以花高价购买你们新产品的专利。我们愿意出10亿华夏币。我看你是还没睡醒吧？区10亿华夏币就想收购我的专利，更何况我自己生产产品也比从你们那儿采购便宜得多。这样好了，给你们的产品便宜30%，
同时出20亿华夏币购买你们产品的专利，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出的价格比我们更高。就算你出100亿也没有用，我们的专利技术不卖，我们的专利技术不卖。另外，我之前说过了，绝对不会再购买你们一件产品。你们这些国外的公司，在华夏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还竟敢打压我们华夏的企业，岂能让你们胡作非为？如果林老板要跟我们做竞争对手，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是吗？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好了。马克先生，作为全世界最强的新能源企业老板，你怎么看待飞星汽车强势崛起的？会不会对特拉斯公司产生影响呢？我曾经关注过这辆车，完全就是依靠打价格战，设计的结构简单，做工普通，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可言。我们的客户绝对不会多看这种车型一眼，自然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那请问，马克先生怎么看待飞星汽车厂未来发展情况的？这种车企搞低价销售策略，迅速扩张，根本无法把质量做好，用不了多久，销量就会锐减。可是我们还听说飞星汽车厂研发了一种全新的铅酸电池，价格非常低廉，会不会对电动车市场造成冲击呢？绝无可能，这种电池更为沉重，并且储重量只有锂电池的80%，稍微高档一点的车型根本不可能使用这种电池。这个马克实在太猖狂了，咱们卖车又没有得罪他，凭什么贬低我们？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别说是这位马克了，就连咱们国内的车企，还不是照样瞧不起咱们飞星汽车厂？你怎么还笑呢？这个人在全世界影响不小，他说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一大批的客户，对咱们的销量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马克确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他依然搞错了一件事情。搞错什么了？这个世界上普通人的数量还是占据绝大多数，我们的潜在客户数量无比庞大，是特拉斯的几百倍，并且咱们有核心技术在手，根本不用担心利润。我觉得咱们还是得研发档次更高一些的车型，不能让别人总觉得咱们只能做低端产品。还不到时候，我们还在起步阶段，不能太过于激进。更何况中高端车型必须得使用锂电池，我们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优势。这话倒是有些道理，还是先把眼前的销量稳住。有一点你没有搞清楚，谁说微型车就是低端了？做得好照样可以成为精品车型。难道你打算走羚羊的路线吗？我们不能走同样的路线，而是应该错位竞争。我打算尽快发布新的车型，先把样品做出来，提前做一波宣传，肯定可以增加我们品牌的宣传力度。没错，提前宣传预热，可以让很多潜在的客户愿意等待一段时间，防止这些顾客购买其他品牌的车。有道理，是时候推出我们的新车型了。要不是碰到配件断供这件事，说不定早就已经做成了。这辆车也太帅了吧，感觉比法利拉和兰博基斯还漂亮。无论前后还是侧面，这线条简直酷毙了，挑不出半点毛病。不知道自己的员工有没有福利，能不能提前提车呀？当然没问题，咱们厂里的员工优先提车，而且价格打8折，但可得提前说清楚，每人只能有1辆车的名额。好呀，我先第一个预定。我也要买1辆，这辆黑色跑车比越野版的更帅气。咱们厂里自己的员工都愿意购买，上市之后肯定可以成为爆款。这2款新车上市，1年的销量绝对能够达到300万。保守了，只要能够拿到国外的销售许可证，在全球市场保证销量不会低于500万。星驰01在国外销售相当不错，郭大少那边每个月的销量都有100多辆，他仅仅开了1家店而已。要是再多招收一些经销商，1年至少卖几万辆绝对没问题。是啊，这才刚开始而已，等到产能提上来之后，就在全世界召集经销商。我这就通知媒体帮我们宣传新车型。
感谢各位媒体的记者们百忙之中前来参加飞星汽车厂的新款车型发布会。这次我们给消费者带来了2款新的车型，让消费者拥有更多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别多说废话了，赶快揭开黑布，让我们看看新车型长什么样子。我们都是来看车的，多余的废话就不要讲了嘛，赶快让我们看看新车型是什么样子的吧。好酷的车呀！好家伙，飞星汽车厂居然造出了跑车，真是太出乎意料了。果然，飞星汽车厂出手就是王炸，这辆车只要价格不高，绝对是爆款。我去，居然将动漫里的顶级跑车都造出来了，简直就好像是从科幻片里跑出来的一样。今天没白来呀，这款车绝对可以成为爆款。至于能够达到多高的销量，那就看定价了。15万以内，简直没有对手呀！这款车被命名为星驰03，续航里程500公里，配置70千瓦永磁电机，100公里加速可以达到6.5秒。这配置可以啊，加速足够用了，续航也不低。这么一款小车能够达到500公里的续航，还要啥自行车呀？只要价格合适，必须拿下。别说是女孩子会喜欢这种车型，我一个男的也非常心动。超跑不仅价格高，使用成本一般人也难以承受。星驰03简直就是为我们普通人量身打造的。配置啥的不用再多说了，赶快公布价格吧！只要不超10万块钱，我一定提一辆。想啥呢？这么高的配置，而且还是一辆敞篷跑车，这价格低于20万，绝对是爆款。我们一共有4款配置可以供消费者选择，最低配置起步6.99万，最高配置9.99万。嚯，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把价格做到这么低？好家伙，谁能给我一巴掌？总觉得这根本不现实，这么高的配置，价格也太便宜了吧？虽然价格便宜，但车的用料做工绝不会差。首先，我们这款车是使用的星驰01的技术平台，研发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其次，关键的零件都是我们自己生产，又能节省一部分钱。第三，我们又有核心的电池技术，能够节约很大一部分成本。最后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飞星汽车厂得到了政府的扶持，3年之内纳税减半。正是因为有这些优势，才能够给大家提供最优惠的价格，让所有支持飞星汽车厂的顾客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惠。原来是这样呀！飞星汽车厂真是太良心了，怪不得星驰系列的车做工这么好，价格还如此便宜。以后我就选择星驰系列的车了。我要把星驰01退掉，换成星驰03。大家先不要着急，第3款车针对的是一些小众的消费者，等看完之后再做选择也不晚。哈哈，这辆小车真有意思，居然出了一款皮卡版本。这款车真是太适合我了，可以装货又有越野功能，开着到野外钓鱼非常爽。好啊，星驰01小越野确实不错，但是这车装不了货。这皮卡小车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拉点货非常方便。这辆车被命名为星驰02，价格同样也是6.99万起步，9.99万封顶，续航全部都是500公里。林总，许多国外经销商递交了加盟申请，都想成为飞星的海外代理商，是否要扩展国外市场？开发国外市场绝对会做，但是我们不急，必须得挑选有实力、负责任的经销商，才能维护飞星汽车厂的品牌和利益。这话说的有道理，就算是我们的车再好，做售后服务也非常重要。那就让咱们工厂制定一个加盟的标准，我立刻让人去做。详细的细则出来之后，再联系那些申请的经销商。行，那就辛苦你了。还有一件事，咱们厂扩张的非常快，很多岗位还都是空缺的状态，尤其是林总，到现在连个助理秘书都没有，我觉得得进行一次招聘会才行。行啊，该招什么人就让人事部准备招。我觉得其他岗位都好说，林总的秘书必须得慎重考虑。说得对，毕竟要为林总做工作，不仅样貌身材要过得去，专业知识也得过硬才行，还得聪明干练，任何事情都能做，最好是名校毕业的。林总，各大车企的老板来拜访了。什么？这些人怎么突然到访了？说是要一起商议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原来是这样呀！这些车企的老板亲自来见你，我估摸着是想要咱们供应铅酸电池。我觉得不能答应对方，咱们飞星能够迅速崛起，主要就是依靠铅酸电池才能打价格战。
要是对外出售新款的铅酸电池，市场恐怕就要保不住了。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技术和产品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什么可担心的？先看他们的条件再说。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年轻人，竟然能够盘活一个倒闭的车企。不知道各位老板组织这个聚会所为何事啊？会场的低价销售策略已经扰乱了整个市场。如果大家都这么干，损害的是咱们华夏全国的汽车产业。这次召集大家聚会，主要目的就是想商量一下，如何能让汽车行业健康发展。说得对呀，以前国内汽车产业名声差，这些年好不容易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不能将积攒的口碑再一次毁掉啊！各位说的有道理，我们飞星汽车厂绝对愿意配合，但是有一点还是得说清楚，我们车型确实低端廉价，这也是为了考虑到普通的消费群体。林总真的误会我们的意思了，我们并没有责怪飞星汽车厂把汽车卖得便宜。那诸位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建议是在10万到30万这个区间之内，飞星汽车厂在同级别的汽车不能比其他厂商价格便宜。另外，我们希望能够采购飞星汽车厂的铅酸电池。原来是这件事呀，当然没问题。林总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么重要的场合，我怎么可能跟各位大老板开玩笑呢？只不过现在电池的产能还没有提上来，需要再等几个月，3个月的时间吧。3个月之后，新的厂房将会建造完毕，产能可以扩张几10倍。就算你们采购电池，也可以供应上。这个价格呢？价格就按照成本往上提高20%，差不多相当于锂电池1/3的价格吧。好啊，那咱们可说定了。林总真是有格局，帮助国内的车企一起发展。一会儿我一定要多敬你2杯。林总年轻有为，将来前途必定不可限量呀！啥也不说了，林总连最核心的电池都能够提供，以后我们厂 ABS 和 ESP 全部都从飞星汽车厂采购。对，咱们国内的车企就应该抱团一起相互帮忙，何必让外国的公司占便宜？未来飞星汽车厂不会再开发10万以下的新车型，另外10万到30万区间的车型，同级别价格不会比你们的便宜。另外，在这个区间的车型，飞星这边主要针对国外市场。林总这话可算数？我说话当然算数，跟国内的企业竞争有什么意思？我还是喜欢冲击国外市场。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咱们可以签订合约。好啊，林总这么痛快，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以后只要能够采用飞星的配件，绝不购买其他厂家的。那就这么说定了。怎么样？谈成什么结果了？这应该算是飞星和国内的车企签订的互不竞争条例。哎呀，林总，你怎么跟他们签这种合同？咱们可是亏大了。就是说呀，这样简直就是把我们冲击终端市场的路全都堵死了。就算是能够得到配件的订单，还不如卖车的利润大。更何况，终端车利润远超低端车型，得卖多少配件才能抵得上一辆车的利润呀？这不是在终端市场还有100万辆的份额吗？话不能这么说呀，咱们飞星汽车厂跟其他的车企可不一样。我觉得靠咱们的电池技术做一下10万出头车的市场还是没问题的。话是这么说没错，按照保守的策略来看，你这个计划确实稳妥。但我们飞星可不能总想着走低端。再说了，合同上不是已经标明了吗？咱们在国外市场销量完全不受限制，只要有足够强的实力，就可以多进军国外的市场。窝里斗多没意思，恐怕没有林总想的那么容易。一旦咱们的销量太好，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打击我们，甚至不给我们发放销售许可证。